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午夜的乡间小路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湿气，仿佛连时间也被拉得又黏又长。我开着车，车头灯在路面画出一条明亮的光带。这是我一天的最后一站，送完客户后要赶回家，路程虽远，但心里想着舒适的沙发和一顿热饭，也就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然而，这段路似乎和以往不同，原本熟悉的风景忽然变得陌生。我并没有在意，觉得或许只是自己开车太久，有些恍惚。但转过一个弯时，前方路边的黑暗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影，让我立刻踩下了刹车。光束下，一名女子站在路边，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长发垂肩。她抬起手，微微晃动，像是在向我招呼。我心里嘀咕着，这么晚了，她怎么会一个人待在这？虽然心中有些忐忑，但当时觉得无法置之不理，于是我摇下车窗，朝她喊道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她点了点头，声音低而柔：“我迷路了，可以送我到前面的镇上吗？”那语气让人不忍拒绝。我打开车门，她走了上来，轻轻坐在副驾驶座上。车内的气温立刻降了几度，我把这归因于夜晚的寒冷，莫多想。“你要去哪个镇？”我一边启动车子，一边问。“南口镇。”他回道，声音中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平静。“南口镇？”我心里一惊，那不是几年前就被废弃的地方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那里因为一次地震导致大部分建筑损毁，镇上的居民早已搬离。但当时我莫说什么，只觉得这姑娘可能是记错了。“最近在附近住？”我试探性地问。她微微一笑，语调轻柔：“是啊，刚搬来不久。”随着车轮滚动，路旁的景色越发单调，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家或路灯，只有大片的树林和漆黑的田野。车内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，我努力找些话题，想要缓解这种沉默。“你住的地方附近应该挺安静的吧？最近还好适应吗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是挺安静的，只是有时候会有些声音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望向窗外，仿佛陷入了回忆。“什么声音？”我本能地问，但他却不再回应，只是轻轻地笑了笑。这时，我感到车内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扫向后视镜。刚开始什么都没有，直到我瞥见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像是有人坐在后座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猛地转头看向后方，但后座空空如也。我努力压下内心的恐惧，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。当我再次转回视线时，发现他正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盯着我看。我吓得一抖，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。“你怎么了？”他开口问，声音依然柔和，却多了一丝奇异的冰冷。“没有，没事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将车速放慢，心里却暗暗祈祷这段路能快点结束。再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开口：“前面到了，就停那里吧。”他指着前方。我凝神望去，只见那是一片荒芜的空地，周围没有任何建筑。“你确定是这里？”我试探着问。他点了点头，眼神中透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坚定。我缓缓停下车，突然感到整个世界陷入了死寂，甚至连风声都消失了。他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空地中央，回头对我笑了笑：“谢谢你送我回家。”他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异常刺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的脚下竟然没有影子。我的心猛然一沉，浑身寒毛直竖。我慌忙关上车门，猛踩油门想要逃离，但无论怎么开，车子都像是陷入了一个无尽的轮回。我从后视镜中看到，他依然站在原地，嘴角的微笑越来越诡异。我慌乱中一脚踩死了刹车，车子剧烈震动。我喘着气，回头看向那片空地，但他已经不见了。然而，耳边却响起了一个轻柔的声音：“
别害怕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当我终于驶回了大路，看到前方的灯光时，车内的安全带却突然自己扣上了，清晰的咔嗒一声。后来，我将这段经历告诉了一位当地的朋友，他听完后面色凝重地告诉我，几年前那场地震，南口镇的一片居民区因山体滑坡完全掩埋，听说当时有一名年轻女子莫能逃出来。自那之后，附近常有司机说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，总是请求搭车，但没人知道她究竟想去哪里。我的背脊一阵冰冷，脑海中浮现她最后那诡异的笑容。也许她从未离开过那条路，永远在等待一个能送她回家的人。深夜的山路，空气冷得刺骨，车窗外满是浓雾，仿佛世界的尽头就在这里。我双手紧握方向盘，前方车灯的光芒勉强划开了眼前的黑暗。副驾上的林蜷缩着身子，疲惫地叹了一口气，还要开多久啊？我忘了演导航，荧幕上的线条似乎在迷雾中扭曲着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应该很快了，我回答，语气里却没有太多底气。这条路我之前来过几次，算不上陌生，但今夜周围的景色像是变成了一种无法辨认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雾气里出现了一对红色的尾灯，一前一后的在我们视线里晃动。看来还有其他车呢，我说，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。至少我们不是唯一在这鬼地方开车的人。林抬起头，顺着我的目光望去，那辆车好奇怪，他皱眉道，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，咱们加速的时候他也加速，减速他也减速。我试着加快速度，尾灯果然加速移动，当我踩下刹车，尾灯也随之缓慢了下来，始终保持在我们前方50米左右。这一异常的现象让我的背后开始冒出冷汗。可能是刚好有默契吧，我勉强笑了笑，说服自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山路不好开，他们应该也不想出事。可随着时间流逝，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安。那对尾灯始终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就像某种不断引导我们前行的幽灵。这条路本该熟悉的，但今晚它变得陌生起来，弯道越来越多，连路边的树影都仿佛变成了獠牙张目的怪物。我们回去吧，林突然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这条路不对劲。我咬着牙点了点头，慢慢停下车，准备掉头。可当我将车转向的瞬间，那对尾灯竟然出现在了我们身后。怎么可能？林惊呼，抓住我的手臂。我愣愣地盯着后视镜，尾灯仿佛嵌在了雾气里，死死地锁住了我们的方向。我觉得咱们不能停，我硬着头皮说，发动引擎，重新将车开回原方向。那对尾灯似乎得到了默许，再次出现在我们前方，继续引导我们。路越来越陡峭，山崖边的护栏开始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测的黑暗。我瞄了眼油表，指针正迅速接近红线。林的呼吸声变得急促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我们还能不能回去了？别慌，油应该还够支撑一段距离。我的语气并不坚定，但为了让他安心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可内心深处，我已经开始后悔选择了这条捷径。忽然，那对尾灯停了下来，像是车辆熄火了一般，静静地停在不远处。我将车速降至最低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但越接近，越能感受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压迫感，仿佛连空气都被凝固住了。他在干嘛？林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臂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车停下，灯光直射向前方的那辆车。当雾气稍微散去时，我看清了他的车型，那竟然是我们的车，甚至连车牌号都一模一样。这不可能！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脑海里一片混乱。他怎么会是我们的车？林的声音像是快要哭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那辆车的车门忽然打开，两个人从车里走了下来。他们的动作很慢，
但在我眼中却异常清晰，那是2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，无论是穿着还是样貌，甚至连动作都分毫不差。他们站在车前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然后他们开口了，声音竟和我们一模一样：“你们还要开多久？”林间叫起来，我顾不上多想，一脚踩下油门，车子猛地向前冲去，擦过他们的身影。后视镜里，他们并没有追过来，只是站在原地目送我们离开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冲过那辆车后，眼前的路并没有变得熟悉，反而越来越陌生。导航荧幕彻底黑屏，连手机也断了讯号。我们像是在某种循环中开着，无论怎么走都无法找到出口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会不会出不去了？林的声音已经带着哭腔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满是冷汗，眼神死死地盯着前方。突然，我的视线被一座隧道吸引住了。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一个地方，隧道的入口幽暗的像是一张张开的巨口。要不要进去？林问，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。只能是了，我说。进入隧道后，我发现四周的墙壁光滑如镜，仿佛能将车灯的光线无限地反射回来。这种异样的环境让我的头皮发麻，越来越觉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空间里。忽然，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道光，我加快速度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当我们冲出隧道时，前方的景象让我和林彻底陷入了绝望。我们又回到了起点，面前依旧是那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车，而这一次，车里的我们正对着我们笑，嘴里同时说道：“你们还要开多久？”我无法再忍受，彻底崩溃地喊道：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然而，回答我的只有无尽的回声和那2张诡异的笑脸。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眼前的一切像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，仿佛有一双手从背后推着我们，逼迫我们不断重复着这条诡异的路程。最后，我的记忆只剩下林的尖叫声和那对尾灯的红光。我不知道我们最终是如何脱身的，只记得醒来时已经是清晨，而我们的车停在了一片空地上。新闻报道说，10年前的同一天，一对情侣在这条山路上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的背脊一阵发凉，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对红色的尾灯和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你们还要开多久？那句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，让我夜不能寐。午夜的公路空荡荡的，只有我的车灯撕裂黑暗，勉强照亮眼前的路。我是一名夜班司机，驾驶这班深夜的末班车，将几个零星的乘客送到目的地。平日里，这趟班次总是寂寞无趣，但今夜的气氛却异常压抑，仿佛随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车内没有几个乘客，只有3、4个人散坐在后排，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。他们的脸隐藏在阴影中，只有在路边的灯光偶尔掠过时，我才能模糊地看到他们的轮廓。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低头抚摸着什么，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，眼神空洞，还有一对母子，孩子看起来大约6、7岁，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。车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发慌。我透过后视镜不时瞄着这些乘客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这些人仿佛有些太安静了，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见。我清了清喉咙，想找点声音来打破这死寂。各位，请坐稳了，前面有点弯路。没有人回应，车内依然静得可怕。那对母子突然抬起头，孩子对着我咧嘴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太诡异，嘴角拉得过分夸张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。车辆继续前行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，连一盏路灯都没有了，只剩下车头灯微弱的光芒穿透漆黑的夜色。我低头看了眼油表，发现燃油剩下的量居然没有问题，可导航屏幕却开始闪烁，路线图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。见鬼，这到底是哪？我低声咕哝，
试图调整导航，但无论怎么操作都没有用。车内一片沉寂，乘客们依然一言不发。我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，发现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戴帽子的男人，头缓缓地向后仰，露出了一张苍白而僵硬的脸。他的眼睛睁得极大，死死盯着车顶，嘴角似乎在微微抽动。我猛地踩了一下刹车，车身轻轻晃动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沉重的安静。各位，一切还好吗？我的声音颤抖着，努力让自己镇定。继续开吧，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，是那个老太太说的。前面不远了。她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，听得我后背直冒冷汗。我硬着头皮重新启动车子，感觉这车内的气氛越来越诡异。车外的黑暗仿佛成了一张无尽的幕布，永远看不到终点。突然，耳边响起了低低的窃窃私语声，像是几个人在悄声交谈。我猛然回头，但后排的乘客们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姿势，仿佛从未动过。我的视线在他们之间徘徊，越看越心惊。那个孩子的头微微低着，但他的嘴唇无声的开合，像是在说什么，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见鬼！我低声骂了一句，连忙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前方的路面上。然而，前方的路突然变得无比陌生，车灯照不到尽头，地面开始变得坑坑洼洼，两侧的树影也变得疯狂扭曲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这条路平时应该平坦而直，但现在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车内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低语。我忍无可忍，猛地一踩刹车，车子嘎吱一声停下。我转身对后排怒吼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这车里到底怎么了？那对母子抬起头，几乎同时露出了一个僵硬而诡异的微笑。那个老太太轻轻地站起来，拄着拐杖一步步走向我，她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骨头咯吱咯吱的声响。当她站在离我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时，她低声说：司机到了，请开门吧。我盯着她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到哪了？我声音颤抖，几乎说不完整句话。你知道的，老太太轻轻地说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。这里就是终点站。我的手颤抖着按下开门按钮，车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瞬间涌了进来。车外是一片无尽的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却隐约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哀嚎声，像是无数人在黑暗中痛苦挣扎。老太太一步步走下车，消失在黑暗中。紧接着，那对母子也缓缓起身，拉着孩子的手走向车门。当他们走下车的瞬间，我突然注意到，那孩子的影子是扭曲的，仿佛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最后，戴帽子的男人也站起来，他的动作僵硬而缓慢，头歪向一边，庞佛脖子根本无法支撑他的头颅。他下车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露出一个极其诡异的微笑。你很快也会来的。随着车门的关闭，车内的气氛一下子恢复了寂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我的手却颤抖得无法握紧方向盘，后视镜里的车厢空空荡荡，连那些乘客留下的痕迹都消失了。我不知是如何开回车场的。当我停下车时，整个人早已被冷汗浸透。我想告诉别人这段经历，但又害怕被人当成疯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一名老司机说起，这条路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，一辆载满乘客的末班车在山路上翻覆，所有人都葬身火海。那晚的画面再度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那对母子，老太太，戴帽子的男人，他们的模样和老司机描述的那些亡者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后来辞掉了这份工作，但每当我闭上眼，耳边总会响起那低低的私语声，还有那个男人最后对我说的话：你很快也会来的。
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